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心痛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真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忍不住掉眼泪。故事的女主角小芳今年25岁，在我们这边的制衣厂上班，长相清秀。虽然只有初中文化，但人很勤快。这个故事要从7年前说起。那时候小芳刚满18岁，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高中没读完就来到我们这边打工。小芳分到制衣厂的车间，跟着师傅学做衣服。就在这时候，她遇到了在厂里当技术员的小强。小强是个憨厚老实的男孩子，比小芳大2岁，虽然家境不好，但人很上进。记得有一次车间的缝纫机坏了，小强二话不说就过来帮忙修。修完还细心地教小芳该怎么保养机器，免得以后再出问题。谢谢你哦，小强。小芳那会儿说话的语气特别甜。没事啦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强挠挠头，脸都红了。就这样，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朦胧的好感。小强经常借着检查设备的机会往小芳工位那边瞟，小芳也总是偷偷看他，被发现了就赶紧低头假装在干活。哎呀，年轻人嘛，这种青涩的感情最让人心动了。很快，小强就找机会约小芳一起吃饭。两个人在工厂附近的小餐馆点了几个家常菜。小芳夹菜的时候，小强就默默地把最好的往她碗里放。你也吃啊，干嘛老给我夹菜？小芳假装嗔怪道，我看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小强憨憨地笑着说。从那以后，两个人就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逛街。虽然都是普通打工人，但是过得很甜蜜。小芳特别珍惜这份感情，因为小强虽然家境不好，但对她特别真诚。每次发工资，小强都会给小芳买些小礼物，虽然不贵重，但都是精心挑选的。记得有一次小芳生病了，小强二话不说就请假照顾她。那时候小芳发着高烧，小强守在床边一整晚，时不时给她换毛巾，喂她喝水。这种默默付出的情感真的很打动人。小芳经常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能遇到小强这样的男朋友。他虽然没有很多钱，但是对我特别好，从来不会让我受委屈。看着这对年轻人这么相爱，我这个老红娘心里也特别高兴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对恋人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小芳的父母知道女儿谈恋爱后，立刻反对得特别厉害。小芳爸妈知道女儿谈恋爱的事情后，立刻派人打听了小强的家庭情况。这一打听可不得了，小强家里是农村的，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，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弟弟要养。这下可把小芳爸妈给气坏了，这种穷小子哪配得上我们家闺女？小芳妈气呼呼地说，现在年轻人结婚，哪个不是两家门当户对的？我们小芳长得多水灵又勤快，怎么能找个穷光蛋？小芳爸更是拍着桌子喊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现在城里结婚，哪个不是要几十万的彩礼？你看隔壁李家的闺女，人家要嫁60万，一下子就谈成了。我们小芳条件比她好，怎么也得要80万彩礼。这不，小芳妈天天在家念叨，你看你表姐嫁给那个开工厂的，现在过得多好，天天买名牌包，想买啥买啥，你非要找个穷小子，以后苦的可是你自己。小芳每次回家都要被父母念叨个没完，搞得她特别烦恼。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，跟父母顶嘴，我不在乎那些，我就想找个真心对我好的。呸！小芳妈一下子就急了，你懂什么？感情能当饭吃吗？你看看现在物价那么高，房子那么贵，你跟着他，以后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。小芳来找我诉苦的时候，哭得那叫一个伤心。丽姐，我真的好喜欢小强，这7年来他对我特别好。虽然他工资不高，但是每个月都会给我买一些小礼物。生病的时候天天照顾我，过节的时候还会给我爸妈买礼物，我听着也觉得心酸。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真不容易，明明两个人相爱，却要被现实打败。小强知道小芳家里的要求后，整个人都蔫了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很爱小芳，但是80万彩礼，我这辈子都攒不出来啊。可怜的小强开始拼命加班，平时就吃泡面，省下钱都存起来。他还去找了第2份工作，晚上去工地搬砖。小芳知道后心疼坏了，偷偷给他送饭，可是每次都被他拒绝了。
你别管我，我一定要努力赚钱，不能让你父母看不起我。小强这样说着，眼圈都红了。这段时间，我看着小强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，脸色也越来越差。有一次他在工厂差点晕倒，还是小芳及时发现，给他买了红糖水。这孩子为了爱情真是拼了命在努力。但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爱你，可是达不到你家人的要求。小强拼命工作了大半年，也只攒了10几万，这点钱在小芳父母眼里根本不够看。要么你现在就拿出80万彩礼，要么就别耽误我女儿的青春。小芳爸的态度特别强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事情出现了转机，但这个转机却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小芳的表姐突然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是城里开汽车 4S 店的老板儿子。这可把小芳妈给乐坏了，立刻张罗着要安排见面。妈，我不去。我有男朋友了。小芳气得直跺脚。你那叫有男朋友吗？人家连个彩礼都拿不出来。小芳妈不以为然，你先去见见嘛，万一聊得来呢？人家可是开 4S 店的。小芳被逼无奈，只好去赴约，没想到这一见面，对方家长直接开口就是彩礼100万，婚房全款，再加一辆20万的车，只要你们俩觉得合适，立马就把婚事定下来。小芳妈听得眼睛都冒光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咱们两家要是能结亲家，那可真是太般配了。可是小芳心里只有小强，相亲的时候一个劲地板着脸，对方说什么都爱答不理的。这下可把小芳妈给气坏了，回家就开始数落女儿，你看看人家，开着豪车来接你，请你吃的全是高档餐厅。再看看你那个小强，骑个破电动车，带你吃路边摊，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知道好歹呢？小芳忍不住反驳，妈，你别总拿钱来衡量一切好不好？小强对我的心意，你们难道看不见吗？切！小芳妈不屑地说，他的心意能当饭吃吗？能买房吗？你跟着他，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这边小强也听说了相亲的事情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特意请假来找我，眼睛红红地说，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爱小芳，可是我给不了她富裕的生活，我怕耽误她。我看着小强这个样子，心里也特别难受。他接着说，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放手，让小芳找个条件好的，至少不用跟着我吃苦？你傻啊！我忍不住说道，真心相爱的两个人，哪有说放手就放手的？你要是放手了，小芳该多伤心啊！小强摇摇头，苦笑着说，可是丽姐，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彩礼啊。就算我再拼命工作，可能10年8年都攒不够。我不能让小芳为了我跟家里闹翻，我更不能让她为了我错过更好的人生。看着小强这样，我这个过来人真是又气又心疼。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怎么就这么难？钱啊钱，怎么就成了衡量感情的标准了呢？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就在上个月，小芳突然接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小强要结婚了。而且不是跟他，是跟镇上一个做小生意的姑娘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小芳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冲到工厂找小强对峙，看到小强的那一刻，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小芳声音都在发抖，这7年的感情，你说放弃就放弃了？小强低着头，声音很沙哑，对不起，小芳，我知道我很混蛋，但是我真的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你父母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穷小子，配不上你。这边小强也听说了相亲的事情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特意请假来找我，眼睛红红地说，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爱小芳，可是我给不了她富裕的生活，我怕耽误她。我看着小强这个样子，心里也特别难受。他接着说，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放手，让小芳找个条件好的，至少不用跟着我吃苦？你傻啊！我忍不住说道，真心相爱的两个人，哪有说放手就放手的？你要是放手了，小芳该多伤心啊！小强摇摇头，苦笑着说，可是丽姐，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彩礼啊。就算我再拼命工作，可能10年8年都攒不够。我不能让小芳为了我跟家里闹翻，我更不能让她为了我错过更好的人生。看着小强这样，我这个过来人真是又气又心疼。
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怎么就这么难？钱啊钱，怎么就成了衡量感情的标准了呢？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就在上个月，小芳突然接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小强要结婚了。而且不是跟他，是跟镇上一个做小生意的姑娘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小芳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冲到工厂找小强对峙，看到小强的那一刻，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小芳声音都在发抖。这7年的感情，你说放弃就放弃了？小强低着头，声音很沙哑。对不起，小芳，我知道我很混蛋，但是我真的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你父母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穷小子，配不上你。小强和小芳的故事让我看到了现在年轻人的无奈。前几天，小强的婚礼请帖发到了工厂，小芳看到请帖的那一刻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她跟我说：“丽姐，你说我这7年是不是都喂了狗了？”我摸着小芳的头说：“傻孩子，感情没有对错，只是有些路注定走不到最后。”昨天我特意去看了小强，他一个人站在工厂后面的小树林抽烟，看起来特别憔悴。看到我来，他勉强笑了笑：“丽姐，我是不是特别不是个东西？”傻孩子，你也别太自责。我叹了口气，你也是被现实逼的。我真的很爱小芳，这7年来她就是我的全部。小强掐灭了烟，眼圈红红的，可是我不能让他因为我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我知道，就算我们结婚了，他爸妈也不会同意，他会很难做人的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男孩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他接着说：“丽姐，你帮我转告小芳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本事，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。希望他能找个更好的，别像我这样没出息。”说到这里，小强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。这边小芳的状态也不好，整天魂不守舍的。厂里的姐妹们都来安慰她，可是她就是笑不出来。她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该跟爸妈闹，就该跟小强私奔。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”小芳妈倒是很高兴，这下好了，省得我天天操心了。那个穷小子配不上我们家闺女，现在好了，赶紧把心思放在相亲上吧。这不，小芳妈已经开始张罗着要给小芳介绍新对象了。可是小芳对谁都提不起兴趣，见一个拒绝一个。她说：“妈，你就别给我介绍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考虑。今天是小强的婚礼。”整个工厂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大家都替小芳和小强惋惜。小芳特意请了假，说要回老家待几天。临走前，她把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托我转交给小强。丽姐，你告诉他，祝他新婚快乐。小芳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是我知道她强忍着泪水，告诉他我不怪她。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。看着小芳远去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很心酸。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，真心的爱情往往经不起现实的考验。那些被彩礼、房子、车子打败的感情，最后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心痛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故事里到底谁对谁错？是小芳父母太势利，还是小强太懦弱，还是说这就是生活，没有对错，只有无奈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们的想法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